陈金满，别装哑巴，把这手印按了，咱这事儿今天就算两清了。阿满，不是大伯不管你，你爸妈走得早，这些年我把你拉扯大不容易。耀祖马上要说亲，老宅要翻修，拖拉机也该换轮胎，处处都要用钱。你还年轻，有手有脚的，总不能一辈子赖在大伯家里不出去吧？这陈大海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他陈家的钱好像都是阿满挣的。更主要的是，那糖都臭了3年了，还背了3800的饥荒，换谁谁敢要？就是，你们懂什么？那叫产业。他阿满不是挺能干吗？那就让他养鱼、养鸭、养王吧。实在不行，养金元宝也成。阿满，不能签。水脉识别系统绑定完成。纸上怎么突然出现水波纹了？是幻觉吗？怎么还出现别的字了？他们难道都看不见？检测到宿主即将获得独立水域经营权，水脉识别系统正在绑定。陈金满，你咋了？阿满，别磨蹭，签个字都磨磨唧唧的，以后怎么管理鱼塘？你赶紧签完，大家都省心。签个字都磨蹭，你还指望以后撑门户？爹，他不会是听见3800的债手软了吧？陈金满，你别吓我，千万不能签啊！小千，这是陈家的事，你一个外姓姑娘掺和什么？大伯，你们管这叫陈家的事？老宅不给他，拖田不给他，拖拉机不给他，就给一口臭水塘。糖给他也就算了，还让他背3800的债。他这些年给你们家干了多少活？镇上扛水泥的钱交给谁了？拖拉机坏了是谁半夜修的？你儿子说亲，那彩礼钱里有没有他1分1厘？陆小倩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我哪句脏？你要是怕翻旧账，那就说明账不干净。这些年阿满给你家干了多少活，你们心里没数？10几岁就在镇上扛水泥，工钱交给谁了？拖拉机坏了，谁熬半宿修的？你娘住院，谁在医院打地铺守了3天？你陈耀种订婚，你的彩礼钱有多少是阿满挣的？宋小倩，你爸妈没教你规矩吗？我爸妈教我做人要讲良心，没教我连自己的亲侄子都坑。阿满，你自己说，这字你签还是不签？阿满，这个字你别签，你要是现在签了，今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那个臭水塘连个能住人的棚子都没有。这一世的宋小倩脾气还是那么急，上一世我欠她太多，这一次我不能再让她替自己收烂摊子。宋小倩，松手！干什么？你真要签？签！陈金满，你脑子是不是要驴踢了？阿满，男人嘛，做决定就得听自己的，赶紧签，签完你就拥有自己的鱼塘了。陈耀祖，咋的？你记住你今天这句话。我记着呢。那臭糖就是你的，以后臭死你，也别回来哭。陈金满，别喊了，这一回我清醒着呢。这个拖累总算甩出去了。行了，既然按了，那这事儿……等等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支书，麻烦再加一条。加什么？从今天起，我陈金满和陈家断亲分胡，以后我饿死不进他们家门，以后我发财，他们也别来认亲。陈金满，你说什么胡话？不是胡话，白纸黑字写上。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你现在跟我断亲？大伯，你不是一直说我吃了你家这么多年饭吗？那今天正好，以后我不吃了。爹，写就写，你还怕他发财啊？阿满，你可真敢说！你拿什么发财？拿那口臭水塘？对，就拿那口臭水塘。行，我等着，等你从那臭水塘里捞出金子来。支书，麻烦写。阿满，你想好了，以后不后悔？想好了，不后悔。行了吧，以后你就是堂主了。陈堂主，苟富贵，别忘了我们这些穷亲戚。放心，忘不了。陈金满，阿满，你真要去那口塘？那是臭水塘，没房没钱还背债。我也知道。那你还签？小倩，我这一辈子总得有个自己的地方。谁管你有没有地方？我就是怕你冻死，明天没人给你收尸。上一世他真的给我收过尸。
不会了。我说，这回不会了。什么？你家有没有旧地笼？有倒是有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借我2个。你还真想从臭水塘里抓东西啊？不是2个，3个吧。陈金满，你现在穷得比脸还干净，还挑上树了。3个够用。阿满的眼睛怎么突然和以前不一样了？以前的陈金满总像欠了谁一样。等着，钱不要。你现在还跟我装？不是装，你把地笼借我就够用了，钱我不需要。你骨头这么硬，能当饭吃？你晚上拿什么吃饭？有这个就够了。那明天呢？明天有明天的饭。陈金满，你真是……阿满，这味儿你真受得了啊？受不了也得受。哎，你别下去啊！这塘底不知道有多深，万一陷进去怎么办？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有什么数？你今天一天说的话，我一句都听不懂。什么上一辈子，什么不会了，陈金满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做了个很长的梦。梦见啥了？梦见我没听你的，梦见我替别人活了一辈子，梦见最后只有你来找我。少说这些没头没尾的话，我可没那么好心。你要是真饿死了，我顶多给你烧把纸。那也够了。谁跟你说这个？你慢点儿！右边那边草动了，陈金满，你听见没有？别往深处去。臭是臭，但不是死水塘那种发黑发酸的烂味儿，更慢，更精准。咋了？这塘里真有虾？认识这么多年，他很少这样笑。宋小倩，啊，这不是臭水塘，那是啥？这是活水塘，也是我的第一口饭。陈金满，你真要养小龙虾？就靠这口破塘？对，就靠它。你不怕赔了？我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要的，我要；他们看不起的，我养；他们说我是累赘，那我就让他们看看，一个被赶出来的人能不能从烂泥里爬起来。那你把地笼往左边放，左边水草多。小时候跟我爹下地笼，小龙虾都爱往那边钻。小倩，别废话，你不是要从烂泥里爬起来吗？那就先把这3个地笼放明白。好，谁也不知道，这一晚，清河湾村最没人要的一口臭水塘，悄悄冒出了第一串活水泡。陈金满，你最好还活着。你要是真陷塘里了，我可不下去捞你。我最多帮你含2行子。你一晚上没睡？睡了。睡哪儿？当药无关紧要。你管那叫睡？你那叫喂蚊子。还行，蚊子没我想的多。你还挺知足。别急。咋了？再等一会儿。还等？你昨晚不是说天亮就起笼吗？现在水还冷，小龙虾没完全钻进去。你啥时候懂这个了？梦里学的。你要是再拿梦糊弄我，我就把你踹塘里醒醒脑子。那你舍得？谁舍不得？我就是怕你把塘水弄臭得更厉害。哟，这不是陈堂主吗？哟，小倩也在啊。这么早来臭水塘，是怕阿满饿死，还是怕他淹死啊？程耀祖，你嘴巴一早吃了粪水？你一个姑娘家说话这么难听，那也比你做人难看强。小倩，别吵别吵，耀祖也是开玩笑。他欺负人的时候，你说开玩笑，我骂他一句，你就出来劝。你这嘴也挺会挑软柿子捏。行行行，我不跟你吵。阿满，我听说你昨晚下了3个地笼，咋样？捞着金元宝没？快了。你还真敢接话，那你起笼啊，让大家开开眼，看看你这臭水塘里能不能捞出一桌席来。阿满，别理他。好吧，反正也差不多了。你真要现在起笼？万一没多少呢？没多少就没多少。那就中了他的计，他就等着笑话你呢。
没事，那就让他等着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阿满，我话放这儿。你这地笼里要是能有5斤虾，我把这塘边的泥巴吃了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我那就是打个比方。你们陈家人都这样，拉出来的屎还能坐回去。你赶紧起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这还真有虾呀！是啊，看着不少啊。哎呀，这小龙虾还挺凶。凶点好，凶还好。当然了，这说明咱这虾活力十足，肉更紧实。切，几只小虾而已，这臭水塘里长出来的东西，谁敢吃？陈金满，你昨晚往塘里面倒虾了？我哪来的虾往里倒？那这得有多少2个笼加起来能有10来斤吧。？10来斤？10来斤又怎么样？这东西拿去喂鸡都嫌脏，尤其是你这塘里泡出来的东西，镇上谁敢要？阿满，咱这虾真的能卖吗？你看看这虾的肚子，是白的，再看尾巴，挺厚的。那壳呢？壳挺硬的。肚白、尾厚、壳硬，钳子还有劲儿，说明这虾并不脏。水塘发臭是浮泥和烂草发出的臭味，可这塘底有活水，所以小龙虾长得干净。哼，你说干净就干净？你以为你是水产站的？我不是。那你吹什么？所以我不跟你说，我拿去镇上，让掏钱的人说。行啊，我倒看看哪个冤大头能买你臭塘虾。阿满，你真要去镇上？当然。可是咱们没有车啊。那就借一辆。跟谁借？你别看我家那辆3轮车，我爹宝贝的跟什么似的。上次我推一下，他都把我臭骂了一顿。那我去跟宋叔借。你别去。为啥？他现在看你比看欠账的人还不顺眼。这倒是真的。小倩她爹要是知道小倩跟你臭水塘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估计能拿扁担追过来。那就挑着去。你挑着这些虾去镇上？10几里路呢。以前码头水泥我都扛过。那能一样吗？你才分家，加上一晚上没睡，饭也没正经吃。要不你借我3轮？你这人真会顺杆爬。你刚才是在心疼我？我没有。陈金满，你现在学坏了。以前8杆子打不出一个屁，今天倒会拿话堵我了。什么？总得变变才好。你等着，我去偷，不是，我去借。哎，小倩，你可想清楚，你爹要是知道他那辆3轮车拉了这一塘的臭虾，回头再卖不出去，那也比你长得没用强。陈金满，你别以为捞到几只虾就能翻身了。你怕了？我怕你，你一口臭塘一身债，连今晚住哪儿都不知道。我怕你什么？那你跟到现在干什么？耀祖，干啥？昨天那张断亲协议放好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我怕以后你想看，我拿不出来。你少得意，镇上没人买你的小龙虾，最后你还得回来求我爹。不用，我这人求过一次就够了。宋叔知道吗？你问那么多嘛？偷的，借的。宋叔同意了？他睡着了。那不还是偷？少废话！你卖了钱，先买瓶好酒给我爹，不然他醒了，真能把我吊在门口打。好。要是真卖不出去呢？卖不出去，我就拉回来自己吃。10几斤小龙虾你自己吃？带你一起吃。谁要跟你吃？陈金满，你慢点儿！坐稳。我坐什么稳？我屁股都快颠8瓣了。那你下来走走呗。我不。为啥？我怕你半路跑了。我跑哪儿去？谁知道呢？你今天连断亲都敢，鬼知道你明天敢干啥？明天清塘，后天买石灰，大后天修围网。这些你都想好了？那虾苗呢？先不买。别人养虾不都先买苗吗？塘没养好，虾苗进去也是死。你说的还挺像回事儿。本来就是这回事儿呀。陈金满，你是不是背着我拜师了？拜什么师？水产站那个刘技术员。没有。
这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小龙虾咱卖给谁啊？先去那家。老周饭馆。他家老板出了名的会压价。会压价，说明懂货。你这是夸他还是夸自己？吃饭还没到点儿，不吃饭。卖虾，啥虾？小龙虾。这虾哪来的？清河湾。清河湾不是种水稻的吗？啥时候养虾了？野塘出的。野塘啊，那不行，野塘的小龙虾泥味儿太重，客人吃了会骂人的。你都没看清楚，咋就说不行？小姑娘，我干饭馆10几年，啥虾没见过？你这虾最多6块1斤。6块？你咋不去抢？嫌便宜你们拉走啊！咱这镇上饭馆多，你们去问问他们谁敢收野塘虾。老板，你店里有清水盆吗？干啥？我洗给你看。咋的？你洗完还能变成金子？变不了金子，但能让你少说2句外行话。小伙子，你咋跟老板说话？说话挺冲啊！老板，你要是不懂虾，我这就拉走；你要是懂，就给我一盆清水。行，我倒看看你能洗出啥名堂。你看，肤白，再看鳃，鳃干净不发黑，尾厚，说明肉紧实。这不是烂泥塘的死水虾，虽然塘面臭，但不代表塘底是死水。陈金满，你咋还会看鳃？梦里学的。你这个梦还挺全。这虾确实不错，小姑娘，生意不是这么谈的。那6块不卖。我说6块是刚才，现在我给你8块。8块你也好意思？我们从村里蹬3轮来的，路上颠得我腰都快断了，你多2块就想拿走？小伙子，你说吧。12，高了。我们走。哎，你这人咋说走就走？老板，你是懂货的，但你想捡漏。这虾你12收，晚上做成麻辣小龙虾，一盘卖28，你不亏。你连我卖多少钱都知道。老周饭馆门口挂着夜宵牌，你家黄鳝30一盘，田螺18一盘，小龙虾要上桌不会低于28。行啊，小伙子，你不像乡下卖虾的。我就是乡下卖虾的，但我不傻。他真的变了。10块12，10块5，12，11，不能再高。12。阿满，11也不少了。行，12，但你得保证以后有这种货先送我这儿。先送可以，价钱随行就市。这你小子真是一点亏不吃。吃过了，以后不吃了。你干啥？我没干啥。你当我瞎？小六子，把手拿开！人家第一回上门你就给我丢人。小姑娘眼挺尖。我家小卖部卖盐卖醋，少1两都有人找上门，这点手脚我闭着眼都能看出来。18斤6两，抹个0，算19斤，228。干啥？3轮钱，不要，拿着。今晚你埋汰我是不是？不是，一码归一码。你爱算账去跟陈家算，别跟我算。那换个说法，这是买酒钱，给宋叔赔罪。这还差不多。小伙子，这是你媳妇儿？谁是他媳妇儿？不是就不是，你急啥？我哪儿急了？小伙子，明天还有吗？有，但不多。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明天不一定卖生虾，不卖生虾，你卖啥？小倩，你家小卖部能不能支个锅？支锅干啥？煮小龙虾。你想自己卖熟虾？老板，我现在只有1口糖，不多挣点儿，债还不上。行，有点意思。不过我提醒你，熟虾不是那么好卖的，味道不行，客人骂的比虾钳子还狠。知道。你真会做。你会不会烧火？我会啊。那就行。什么意思？我掌勺，你烧火。陈金满，你现在安排我倒挺顺手。你不愿意？我得回去问我爹。问啥爹呀，小姑娘，你要真跟他支摊，记得把香味做足。咱这夜市上卖的不是虾，是味道。老板，你刚刚还想6块收我们虾，现在又教我们做生意。你这姑娘嘴是真厉害。哼，没办法，她太老实，我不厉害点儿，早被人连筐带虾骗走了。小倩，干嘛？我以后不再是之前的陈金满了，以后不会再让人骗走了。那最好。钱烫手？不是。那你看啥？我在想。想什么？陈金满，你那口糖真能养出钱来？能。能养多少？看咱们敢不敢干。你刚才说支锅卖熟虾，是认真的？认真的。那调料呢？买。锅呢？借。摊位呢？找。你说的倒轻巧。事情本来也得一件一件做。陈金满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
那以前我啥样？以前你啥都往肚子里咽，别人让你干啥你干啥。陈耀祖占你便宜你不吭声，大伯拿亲情压你你也不顶嘴，我骂你还冲我笑，像个没脾气的泥人。我是说泥人不好，还是现在这样好，虽然有点气人。那你慢慢习惯。谁要习惯你？你不是要跟我烧火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了？刚才我那是说回去问我爹。宋淑慧答应吗？估计不会。那你还问？陈金满，你现在真欠揍！哟，回来了？咋空了？不会是卖不出去倒沟里了吧？陈耀祖，你早上说啥来着？我说啥了？你说，要是阿满的虾能卖出去，你名字倒着写。对，我听见了，耀祖说了，名字倒着写，卖出去了。18斤6两，12一斤，老周饭馆全收了。12一斤，臭水塘虾能卖12，乖，18斤，那不是200多？这才3个地笼啊！看可以，别想碰。谁知道你是不是借钱回来装样子？看清楚，老周餐馆19斤小龙虾228，要不要我念给你听？还真是，老周饭馆可不收差货，看来那塘里真有东西啊！耀祖，名字倒着写就算了。干啥？早上说吃泥巴的事，你也可以不认。陈金满，你别太过分！过分？我只是把你说过的话提醒你一遍。他已经很客气了，要是我现在就给你端一碗糖泥来。你不多说几句？说什么？他刚刚脸都绿了，你不趁热打2句？没必要。为啥？第一笼虾只够让他闭嘴，后面的虾才够让他们后悔。陈金满，你这人现在坏的挺让人高兴。想啥呢？想明天。明天干啥？清塘。还有呢？下更多地笼。还有呢？买锅。你还真记熟虾摊儿？生虾卖12，熟虾1斤能卖28，甚至30，那不是翻1倍？还不止。可调料要钱，柴火要钱，摊位要钱，所以今天的钱不能乱花。这个给你。说了，这是给宋叔买酒的。酒以后买，先买调料。小倩，别跟我废话，你要是真能把这口塘养起来，我也算入股。你想要多少股？啥股不股的？你借地笼，借3轮，帮卖虾，算股。那我要1半。行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当真了。陈金满，你是不是傻？以前傻，现在不傻。你帮我的情分我都记着。咱们这摊子刚开始，记账还需要你。地笼算借的，3轮算租的，你出力算工时。以后要真成了生意，咱再谈分成。你跟我算这么清，是怕我吃亏？太阳真刺眼。行，那我也把话说前头，你要是半路怂了，我第一个骂你。不会。你要是又回陈家当牛做马，我就拿扁担抽你。不会。你要是赚了钱忘本，看不起人，我也骂你。好。你就会说好。那你说，我听。陈金满，把他养起来，让他们看看，他们不要你，是他们眼瞎。好，我把他养起来，也把自己养起来。那还站着干啥？干活啊！不是说清塘吗？清。先从哪开始？先从塘里的活水眼开始。活水眼？只要这活水眼护住了，咱这塘就死不了。行，那你来指挥，我来干。你站前上就行。凭啥？你能下我就不能下？因为这里的泥深，我的腿长。陈金满，你今天第2次欠揍了。往左点，不是那边，是这边。你小心点。陈金满，你听见没有？忽然觉得这口臭水塘也没那么臭了。你别光笑，脚踩稳点，等会儿陷进去，我可不下去捞你。耀祖哥，咋办？那臭塘好像真能出虾。出虾又咋样？他一个人能守住多大一口塘？你的意思是，晚上再来看看？我倒要瞧瞧，他这臭塘里到底藏了什么宝贝。困了就回去休息吧。谁困了？你刚才头差点栽到扁担上。那是我在想事儿。想什么？想你这人到底哪儿来的胆子？白天刚分家，晚上就敢守臭水塘，你不怕？不怕。你现在说话真省事。怕有用吗？没用也得怕啊，人又不是木头。怕过。怕什么？怕没地方去，怕病了没人管，怕辛辛苦苦一辈子，最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怕这口塘被人糟蹋。你真觉得这口塘能养出名堂？能。就靠这个水眼？既靠水眼，也靠规矩。养虾还有规矩？当然有啊，水得是活水，
草也要保住，堂底也不能烂掉。小龙虾这东西，你别看它硬壳硬钱的，其实胶似的很，水有一点发臭，它第一个跑。人要是懒一点，这糖就还给你颜色看。陈金满，你说这话的时候还真像个师傅。那你学不学？学啊！以后这糖要是真赚钱，我总不能只会站旁边骂人。那你要不要入伙？入什么伙？一堂红甲。你连名字都想好了？啥时候想的？今天卖虾的时候。土是土了点儿，但是也能听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定什么？你入伙。我还没答应。你刚才说学和入伙是一回事吗？差不多。陈金满，你现在真是半点亏都不肯吃，是半点好处都不想漏了你。少来！你这话跟谁学的？也是梦里。再说梦，我真抽你！有东西。不像东西，像人。还不止一个。陈耀祖，出来吧。藏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常耀祖，你要是不出来，我现在就喊全村人来看，看你大半夜趴在你堂弟弟的臭水塘边，是想偷虾还是想偷泥？哎呦，小倩也在啊。少套近乎，你们半夜来干啥？路过。你家在村西头，这儿是村东头，大半夜绕半个村子，你跟我说你路过？我睡不着，出来溜达，不行。溜达到别人塘边，还蹲草丛里。常耀祖，你溜达的姿势挺见不得人啊。小倩，你这嘴……我跟他说话，有你插嘴的份儿。宋小倩，你别以为我不敢跟你吵。那你吵啊！你敢吵，我就敢喊我爹。我爹要是知道你半夜带人摸到我跟阿满跟前，你猜他拿扁能抽谁？陈金满，你别躲在女人后头。我躲了吗？这糖是刚分给你的，可没说不许人看。可以，可趴草里看不行。你心虚啥？我心虚什么？白天3个地炉卖200多，晚上你就守着这糖不走？这糖里肯定有东西。当然有。有什么？有我的东西。陈金满，你别跟我打哑谜，这糖以前是陈家的，现在是我的。才1天，你就真当自己是堂主了？看清楚，陈家与陈金满断亲分户，村东头废堂一口归陈金满。你爹可是安了手印的，你也按了。按得可痛快了，当时你还笑呢，说就算以后臭死他，也别回来哭。我那是开玩笑。我可没开玩笑。阿满，咱们到底是堂兄弟。白天人多，我爹话说得重，可你要真在这堂里发现啥好东西，总不能一个人吃独食吧？你看看，白天嚷嚷着断亲，晚上就堂兄堂弟。常耀祖，你这翻脸得比翻边饼还快。跟你没关系。有关系。这地笼是我借的，3轮车也是我借的，小龙虾是我跟阿满一起卖的。现在这糖我也盯着。可拉倒吧，你一个姑娘家没名没分的，盯什么盯？冲耀祖，你再说一遍。咋的？我说错了？她宋小倩又不是你媳妇儿，大半夜在这跟你守堂，传出去好听？你想干啥？宋小倩是来帮我的，你要是觉得嘴巴脏能占便宜，我明天就去村委会，让支书把今晚的话记下来，问问全村人。你一个刚断亲的堂哥，大半夜摸到别人堂边，还往帮忙的姑娘身上泼脏水，在护我。到底谁不要脸？你少拿村委会吓我！咱明天就去，你看我是不是在吓你？你敢？那你现在就把刚才的话收回来。耀祖哥，算了，这事要是闹大了，好说但不好听啊。我会怕他？你不怕？那我现在喊来人！行了，我刚才说错了，行了吧？你在跟谁说你错了？陈金满，我告诉你别太得寸进尺啊！我喊了。宋小倩，刚才那话我说错了，声音太小，我听不见。宋小倩，我说错了，记住了，你那个嘴下回再想喷粪，我先让我爹拿香皂水给你洗洗。还有一件事。你咋还有事儿？我这堂边以后你别半夜来。咋的？你管天管地还管我上哪儿去？明早我会立牌子，这口堂归我经营，未经允许不准下糖，不准下笼，不准倒水，不准挖泥。你当自己是地主啊？不是地主，这是我的糖，谁想伸手染指我这糖，我就找谁算账。怎么算？
按偷盗、按损坏、按投毒。你少吓唬人！我不吓唬人。今天我刚卖了228，而且有收据在。以后这塘里的虾就是我的收入，谁敢弄坏我的塘，害死我的虾，我就拿着收据去镇上汇报。到时候赔钱还是进去蹲着，你自己挑。耀祖哥，要不咱走吧？陈金满，你真变了。人被推到泥坑里，总得学会爬。行，你守着吧，我倒要看看你一口臭水塘能守出什么花来。不劳你操心，你还是回去练练名字倒着写吧。笑什么笑？你刚才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被那种话吓着了？谁吓着了？我就是想着，我刚才应该一扁刀抽他嘴上。那下次我不拦着。你刚才也没拦啊。那是因为我怕你手疼。你少贫。谢谢。你说什么？没听见拉倒。这水眼要是被人堵了，会咋样？这塘就会慢慢变死塘。那虾呢？少量的会跑掉，大多数会死掉。那陈耀祖刚才就是冲这个来的。我认为他未必知道这是啥，但他知道这里有钱。是狗鼻子的，白天刚卖点钱，晚上就闻着味儿来了。这还只是开始。你是说他还会来？会。那咋办？我们立规矩。光立规矩有用？还要让人看见。那我明天把村里的人都叫来。不用叫，只要有热闹，他们自己会来。这倒是，咱清河湾别的不多，看热闹的人一抓一大把。对了，你刚才说立牌子，那牌子上写啥？清河湾东塘陈金满承包经营，未经允许不准下笼，不准倒污水，不准投药。还得加一句什么？不听劝的照价赔偿。可以。还得再加一句。加什么？加什么？夜里偷摸来的，默认心里有鬼。为啥？太直白了。我就喜欢直白。快吃吧。你吃了吗？吃了。真吃了？你管我？那我也不吃。陈金满，你怎么这么烦？吃。陈金满，我入伙。想好了。想好了。这活可不轻松。我知道。还会被人说闲话。今天不入伙，他们不也说了吗？说你帮我。说我傻，说我一个姑娘家家的，天天围着你转，说我以后要吃苦了。可我自己知道，我不是围着你转，我是觉得你这回真的能成。原来真有人相信我。陈金满，我不怕吃苦，我怕的是人吃了苦还没奔头。你以前就是那样，天天干，天天忍，天天被人拿捏，我看着都憋屈。原来那些年他都看见了。可今天不一样，这塘再臭也是你的，虾再小也是咱们自己捞上来的，钱再少也是咱们自己挣的。原来这么有分量。这比在别人锅边等剩饭钱。小倩。所以我入伙，但咱先说好，账我管。行。钱不能乱花。行。你不能瞒我。行。陈耀祖再来，先喊我。行。你除了行还会不会说别的？会。说。合伙愉快。愣着干啥？握手啊！城里人合伙不都这样？你咋了？没事。你不会又梦见啥了吧？梦见咱们赚钱了。赚多少？赚了很多很多。很多是多少？足够我还债。然后呢？够我们清塘的。再然后呢？够买虾苗。就这？还够我们盖房子。盖房子？盖在哪儿？塘边不远。为啥盖那儿？因为离塘近。你还真准备跟虾过一辈子？也不光跟虾。陈金满，你再不胡说，我真抽你！天快亮了，你先回去。那你呢？我去村委会。这么早去干啥？借木板。做牌子。那我也去。你不困？困。困就回去睡觉。我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嘴太慢，立规矩这种事儿得有我在。行。你俩这是打仗回来了？支书，我们来找你借块木板。干啥？给塘边立牌子。是怕有人动你的塘？不是怕，是已经有人半夜去了。谁？谁胆子这么大？先不点名。支书，我今天来是想把规矩立在前头，省得以后真出了事，大家都说没听见、没看见、不知道。这话对。
虾糖既然已经分给你，别人就不能乱伸手。那你打算牌子上写什么？可以。还得写赔偿。小倩，你倒挺上心。我入伙了。看啥？我刚说的，账我管。行，有你管账，阿满倒是不容易吃亏。他以前吃的亏够多了。拿去，字儿写大点，让人一眼看见。谢谢支书。阿满，这糖你真有把握？有。好，那就好好干，别让人看笑话。支书，你放心，谁看笑话，最后谁脸疼。你这丫头嘴是真不饶人，饶人也得看人。阿满，大清早拿木板干啥？立牌子。立什么牌子？陈金满的糖，外人别伸手。你说谁外人？前天协议上怎么写的？你要不要再念一遍？阿满，你这是防谁呢？防不守规矩的人。刚分出去1天就开始摆架子了。这村里的水、村里的路、村里的塘埂，哪一样不是大家走出来的？你立个牌子，别人就不能靠近了？我没说不让靠近，路可以走，但我的糖不能动。尤其是半夜蹲草丛的。宋小盼，你……我说你了吗？阿满，都是一家人，话别说太绝。陈大海，昨天按的手印儿，今天又说一家人，你觉得合适吗？阿满这回是真硬气了，糖昨天下卖了200多。啥？真卖了？老周饭馆收的，收条都看见了。爹，那糖……闭嘴！从今天起，这口糖有主也有规矩。对了，陈耀祖，等牌子立好了，你可以第一个来看，但只能看，不能碰哦。耀祖，爹，昨晚你到底看见啥了？没看清，但那糖底一直冒泡。冒泡？像泉眼。难怪那小崽子一夜守着。先别急，他一个小崽子，没钱没苗没经验，就算糖里有点野虾，也撑不了几天。那咱就看着。看着？当然不。他不是要清糖吗？清糖要人，要钱要料，我倒看看清河湾谁敢帮他。我写。你字好看，你写吧。算你有眼光。咋样？好。陈金满，从今天起，这糖就真是你的了。不，不是你的，是咱们的。谁跟你咱们？要不要把你的名字加进去？别，千万别！这要是让我爹看见了，能把我锁屋里1个礼拜。那就先不加。什么叫先？你又乱说。那我们开始清糖吧。好，我们先干哪儿？先把活水眼周围清出来，再把烂草捞掉，然后修一圈浅沟。行。阿满，听说你这糖要清，要清，缺人不？昨天你分家那事儿，我没说上话，夜里想想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你爹以前帮过我，今天我来还个人情。二叔，清糖工钱我现在给不了多少。谁跟你谈工钱了？先帮你干1天。以后你要是真养成了，记得卖我2斤便宜虾。我不是为便宜虾，我是想看看臭水塘到底能不能翻身。阿满，我家有旧网片，破是破了点，补还能用。还愣着干啥？说话呀！谢谢二叔。谢啥？乡里乡亲的，你以前给陈家干活，我们都看着。现在你自己立门户了，也该有人搭把手。听见没有？你不是一个人。二叔，先清东边，那里水活。行，都小心点啊，活水眼别踩坏。还有，谁要是摸着虾了，别偷偷塞兜里。小倩，你这账房先生还没上任就开始管人了？那当然，现在这糖每只虾都有名有姓。笑什么啊？笑你管得好。知道就行。你看这泥，这上头臭，还真有活死。要不是你非要清，我还真以为这糖彻底废了。李二叔，3天工，张婶家竹竿6捆，老梁支书借木板1块，还有谁拿东西了，自己报，别等回头说我漏记。小倩，你这还没成老板娘呢，账就管得这么紧。张婶，现在阿满刚起步，1分钱恨不得掰成2半花，谁出了力，我都得记清楚。以后真赚了钱，不能让帮忙的人只得一句谢谢，也不能让看热闹的人伸手分肉。
阿满，你以后日子好不好过不知道，反正账上肯定糊弄不了。糊弄不了挺好。我以前就是账没算清，人才活得糊涂。你少又说这些让人心里发酸的话。现在不是以前了，你要是真想翻身，就把腰挺直点。别人给你脸色，你别先低头；别人帮你一把，你也别觉得自己欠了一辈子。阿满，阵仗不小啊，才分出去几天，就使唤上半个村的人了。大伯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人家是来帮忙，不是来给谁当场。我这儿都记着功呢，等堂里见了收益，该怎么算就怎么算。哼，收益你们还真敢想，就这么一口臭糖，前几天捞几斤野虾卖了点钱，就当自己要发财了，别到时候虾没养成，把人家工钱也泼了。陈耀祖，你要是来看热闹，就站远点看；你要是来劝大家别帮我，那就把话说明白，别绕来绕去。大伯是怕你年轻，心气儿高，最后摔跟头。要是赔钱了，你一个人扛得住吗？我扛不扛得住，是我的事。当初你们把糖和债一起分给我的时候，也没问过我扛不扛得住。现在糖有点起色，你又来替我担心。大伯，你要是真心疼阿满，不如回去把当初他给你家干活那些年的工钱算一算，哪怕不补钱，补2句人话也行。耀祖，旁边泥深，别摔了，摔坏了没人陪你。走，让他折腾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折腾出几天光景。刚才不怕？怕他真冲过来，我一扁杖抽下去，你还得赔医药费。阿满，生虾卖给饭馆虽然省事儿，可利太薄。昨天老周饭馆12一斤收，晚上端上桌就敢卖28一盆。你说咱们要是自己煮，是不是能多挣点？我也这么想。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？就等我先开口。你开口，宋叔那边好说一点。你算盘打到我爹头上了。不是算盘，是规矩。锅是你家的，他要你帮忙，钱从你手里过。这事不跟宋伯说清楚，以后他会觉得我把你往泥坑里拽。你倒是知道替我想。我以前没本事，很多话想说也说不硬。现在至少这口糖是我的，我不能再让你因为帮我被别人说不清楚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再说我真不好意思跟你吵。陈金满，你才刚把自己从陈家包出来，就想拉我闺女下水？你们没钱又没经验，你以为夜市是那么好摆的？爹，你先别骂，你尝一口再骂也不迟。你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上了？宋叔，锅坏了我赔，调料钱我出，小倩帮忙我按工钱算。今天要是赔了，算我一个人的；要是赚了，锅钱工钱先给你们结。你这话不像以前的你，以前你进我家门连大声说话都不敢。爹，到底行不行？我再尝尝，我不是馋，是怕客人吃了挑毛病。你都吃第5只了，还挑毛病呢？一会儿我跟你们去夜市，小倩收钱，阿满掌勺，我看摊儿。谁要找事儿，先过我这关。28一斤，现烧的，你先尝1只，尝好再买。哎，这味道可以哦，老板给我来1斤。阿满1斤，爹拿油纸袋。钱我收了，28正好。陈金满386，一晚上。今天是新鲜，不能天天按这个算，得先管好虾糖。好，你管糖，我管账。我爹管别让人砸摊儿。咱们一家不是，咱们一伙人，总能把这摊支下去。你们塘里的虾，我8块1斤，全收。马老板，你这不是收虾，你这是拿扫扫人家的饭碗。我们昨晚熟虾卖的好好的，凭什么8块给你？小姑娘，这夜市捧你，明天就有人砸你，你们没根没底的，跟我合作才稳当。婶子，咱们去卫生所查，要真是我家的虾有问题，我任你处置。但若是有人派你来闹事的，我可以现在找帽子叔叔。我现在好像又不疼了。别呀，现在不查清楚，别人还以为我心虚呢。虾没问题，卫生质检都合格。真要说吃坏肚子，得去卫生所看，不能空口赖到这摊上。可拿坏名声往我们摊上泼，我不认。谁砸这块牌子，我就跟谁把账算到底。哼。灶房宽了点儿，宽点好，以后煮虾不挤。你还没成家呢，就惦记上厨房了。宋叔，新房子盖好了，债也还清了，合作社的账小倩都管着。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想向小姐求婚，我想娶她，共同创造我们未来的生活。闺女，爹以前拦你是怕你跟着他没奔头，现在你自己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定。爹，我跟着他不是因为他现在有堂有房，是因为他从烂泥里爬起来以后，没有把帮过他的人忘了。不过我也说清楚，婚后账还是我管，
你要是敢学陈耀祖那套，我第一个不饶你。好，仗你管，家你管，我也归你管。哎呀，这么多人呢，你少说两句。该换新的了。写什么？就写一堂红甲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从泥塘里一点一滴经营出来的。好，这句好。